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，一二线城市的楼市向来备受关注。但最近，这些地区的楼市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突发情况，业主集体破房，主动送房，这引发了楼市界和公众的强烈反响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惊人的局面？许多人都在担忧，这是否预示着楼市危机再次加剧？春节期间，44个重点城市新房成交仅 23.38 万平方米。今年春节期间，中国44个重点城市的新房成交数据可以说凄惨。监测显示，整个春节周这44个城市的新房成交量仅为 23.38 万平方米，环比下降了 87%， 同比也下降了 40%， 较2022年同期降幅更高达 82%。 这是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，可以说开发商度过了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个春节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许多一二线城市还是使出浑身解数，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刺激楼市。比如广州取消了120平方米的限购政策，深圳取消了3年落户才能买房的限制，苏州甚至直接全面取消了限购令。但是买房群体的反应却十分冷淡，这些政策丝毫没有提振市场信心，新房成交量依旧低迷。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甚至出现了破冰的现象。在如此低迷的市场背景下，各地房企也是心急如焚。一个山东房企旗下200套现房，报价每套平均仅20万元，网络上疯传白菜价抢房的消息。南山顶级学区房2年跌幅近50%。深圳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，其楼市的每一次起落都备受关注。近期，深圳著名学区南山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案例。这里有一个顶级学区房小区样日湾畔，拥有深圳南2外和海德实验中小学的双学区，坐拥海德3宝美誉，是深圳最抢手的学区之一。然而，就在去年11月，该小区一套73平方米两房户型还以1030万元成交，短短月之间，同款户型的挂牌价就暴跌至858万元，单价由22万元每平方米狂泻至11万元每平方米，跌幅高达近一半。更令业主绝望的是，现在小区里大多数房源的挂牌单价也只有12至14万元每平方米。如果想要尽快脱手，只能继续大幅降价。这还只是深圳一个小区的案例。作为国内房价最高城市之一，深圳的下跌势头如果持续，对整个市场信心都将是沉重一击。业内专家指出，随着二手房库存的增加和拍卖房加持，深圳二手市场今年的角力恐怕不会轻松。北京楼市二手房挂牌量快速增加1700套。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大都市，其楼市的走势一直备受关注。今年春节过后，北京二手房挂牌量出现了惊人增长。据统计，在某大型房产中介机构的前端显示，新增的二手房挂牌量达到了 13.89 万套，比春节前增加了大约1700套之多。增加速度之快令业界大跌眼镜，因为仅在1个月前，这个数字还只有 13.72 万套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新增挂牌1700余套，增速之快超出了大家的想象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增速还在持续加快当中。业内分析，这主要是因为节后回京人士把闲置房源重新挂到了市场上。一方面是计划趁旺季卖房的人重新上市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房源是春节前下架，现在又重新挂牌的。市场上供应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节后首周买房速度的回升，因此出现了这样的供需失衡。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加剧，北京二手市场的小阳春可能也要黯然收场。这对于刚刚松绑限购的北京楼市是个非常不利的信号。业主集体破房，一线城市现免费送房现象。就在1、2线城市楼市集体下挫之时，又有一波令业界震惊的消息传出，
竟然出现了业主主动免费送房的案例。这种看似荒谬的事，不仅出现在了多个一线城市，还在快速蔓延。近日，在广州白热化的房产市场，有位南沙业主连发3条信息，是要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有缘人。这套位于金州胶门板块的126平米3房改4房住房，周边配套及地理位置都非常不错，业主却死活要送人。据称，这位小姐姐是广州当地的潮汕人，当初购房时非常讲究风水，现在却只想赶紧把房子脱手。在业主看来，这可能是破局的最后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深圳市中心也出现了惊人的送房案例。寸土寸金的深圳中心城区网红小区花样年花乡，一位业主直接在网上发出免费送房子的信息。这套总价365万元的住房，业主已经还了2年的按揭。他表示，只要你肯直接过户接手，房子就是你的了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，不需要自己打散一大笔首付，也不需要为还贷发愁，就能轻松入手深圳房子。在靓丽的魔都上海，也有类似的免费送房现象。宝山区一位业主公开发表声明，表示自己入手的老破小资不抵债，已经大幅降薪，无力偿还按揭。他表示，只要有人接手后续的按揭付款，他可以无偿送出这套房产。免费送房在中国楼市并非首次出现，但过去多集中在一些城市的边缘区或次新房较多的板块，而此番送房潮则明显向更多1、2线核心区和成熟住宅区蔓延，业主的绝望心理也更为强烈。很多人担忧，这可能是中国楼市即将步入新一轮调整的前兆，一线城市的楼市是否也将面临横翻？许多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一波略显疯狂的送房潮，试图揣测楼市后续的走向。无论如何，中国的楼市之路似乎正变得更加坎坷，所有的参与者都在为自己的决策打战。面对市场的疲软，开发商也在卯足全力以赴。但是无论商品房怎么折腾，变相加价或降价促销，购房者就是冷淡。购房群体对房价的敏感度明显下降，利好政策也难以带动市场。现在的新房产品质量明显比前几年有了很大提升，但这对当前惨淡的市场根本起不到治标作用。地方政府更是使出吃奶的劲，全力救市。但是限购退还是通胀退，哪一种能够退得回来？如果一线城市真的全面放开限购，那只是雪上加霜，会进一步打消市场预期。且不说疯狂的杠杆会加速泡沫破裂，光是税费的疯狂增长就让越来越多业主陷入困境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政府想救，手段却愈发捉襟见肘。最近1个月，各地政府在救市问题上进一步加大了力度，但是这种举步维艰的表态与市场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。有评论道，感觉官方在光着膀子跳舞，市场却当它是透明的。可以说，无论官方使出怎样的浑身解数，但市场依旧表现得一潭死水。这种政府热市民冷的局面，恐怕是中国楼市历史上最为尴尬的一次。尽管形势严峻，但业内人士还是不得不承认，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寒冬。人口红利消退，城镇化率先高后低，这些都在从根本上削弱楼市的旺盛度。在泡沫越来越脆弱的背景下，经济下行和失业风险的叠加，可能会加速中国楼市向硬着陆的方向演化。展望未来，中国或将上演一场大规模的去杠杆和产业转型，而楼市的下行周期可能会加长加强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即便短期内市场出现反弹，也很难判定意味着寒冬的结束。总体而言，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，楼市的前路更是迷雾重重。